我即将成神的那一刻，未婚妻将丧尸之王的精血猛地注入我的体内。思辰，要不是你当年用了最后一支生命血清，顾州根本不会死。发动 SSS 级技能，逆转时空。我这是回到了我与苏听雪、顾州三人出门寻找物资，碰到了狮王的时候。很好，看来时空逆转发动成功了。这个狮王是我发现的，他体内的血河理应归我所有，你们谁也别和我抢。思辰，顾州实力低下，他在联盟里地位卑微，常被人看不起。只要他吸收了血河的能量，实力必定更上一层楼。我们就帮他一把。帮他一把？哼！上辈子就因为顾州眼见狮王受到重创，想上去补刀，结果引发丧尸潮。已经逃出包围圈的苏听雪看到顾州被丧尸包围，又折返了回去。为了救出苏听雪，我毅然决然选择断后。当我逃回联盟时，已经奄奄一息。联盟主席将最后一支生命血清给了我，我最终活了下来。而顾州却因感染病毒太深，最终发生变异被处决。狮王是吗？哈哈哈哈哈！你身上的血河是我的！糟了，快跑！思辰，你还愣着干嘛？还不赶紧出手，替我们拦住他！苏听雪，狮王已经陷入狂慌状态，难道你想让我上去送死？思辰，你不是已经达到5阶异能者了吗？难道你想我们3个都死在这儿不成？苏听雪，你不也是5阶异能者？你怎么不去拦狮王？我是你未婚妻，你还是不是男人？我是你男人，你不是比谁都清楚？再说你是我未婚妻，你不拉着我，却当着我的面拉别的男人。你胡说什么？我拉着顾州是怕他掉队，顾州实力弱，我多照顾他一些，不是应该的吗？思辰哥，不要怪听雪姐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拖累了你们，你赶紧出手吧。狮王，今日要你碎尸万段！听雪姐，思辰，你真的打算见死不救？她可是你未婚妻啊！未婚妻？呵呵，我巴不得你们被丧尸撕成碎片，不过表面功夫还是要做的，毕竟见死不救被联盟的人发现就麻烦了。给你们上点强度吧。我倒要看看你们能不能从彻底狂暴的狮王手中逃脱。咦，一头重伤的狮王，他恐怕是跟顾州所激怒那头狮王发生了争斗，他显然是战败者。运气不错，看来能斩获一头狮王，取得血河。这血壳能大幅提升实力，还是联盟硬通货。哦，他们还活着，去看看吧。听雪姐，快想想办法！狮王怎么变得这么强了？思辰哥刚才被狮王拍飞，不会死了吧？他没那么容易死，思辰那个混蛋！上辈子若不是我替他们挡住了狮王，他们哪有机会在这里指责我？现在不过是让他们也体验一下被狮王撵着跑的滋味罢了。这爆炸是怎么回事？是联盟的定点爆破，还是他们不小心触发了联盟布下的封锁防线？不行，我得过去看看。哦，命这么大，这都没死。不错，又一颗狮王的血河。现在可不能让你们死，不然就太便宜了。不过倒是可以趁机把顾州废了。命根子都没了，我看你以后怎么玩。快救
救人啊！快开门，送他们去医护室！你们三人到底怎么回事？就算遇到狮王，只要不上前挑衅，使之进入狂暴状态，何至于重伤至此？主席，是顾州一时冲动挑衅了狮王，我尽力阻拦，也没能完全控制局面。这是当时记录的画面。顾州。顾州呢？顾州怎么样了？顾州还在就好。苏听雪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惦记着这个顾州？要不是这个废物，你怎会落得如此下场？先不说你变成了一个残废，光是你体内的尸毒都会渐渐将你的异能蚕食干净。思辰，要不是你没挡住狮王，临阵退缩，抛弃队友，我又怎会变成这个样子？老师，快将思辰这个叛徒抓起来！这苏听雪这么说话也太不要脸了吧！要不是思辰舍命带他们回来，怕是早就死透了。就是，简直是白眼狼！我看思辰哥就不应该救他们。谁不知道是顾州不自量力，故意去挑衅狮王，还有脸指责别人？咦，你们说苏听雪是不是和顾州有一腿？你才发现，瞎子都能看出来。视频里他一直维护顾州，醒来第一件事就是寻找顾州，现在还有脸让思辰哥背黑锅？还第三区女神呢，真不要脸！当着未婚夫的面去维护别的男人。我只是把顾州当弟弟，你们胡说八道什么？思辰，你快让他们闭嘴！弟弟？不会是情弟弟吧？我看啊，他就是嫌思辰哥挡着他和顾州了，故意让思辰哥去送死。苏听雪，你太让我失望了！你是我最喜欢的学生，现在却为了个小白脸，不仅成了废人，还弄得名声一片狼藉。你让我这个做老师的脸往哪儿搁？不是的，我和听学姐真的什么都没有。哦，顾州肯定感觉到了他命根子没了的事实，只是围观人多，他没脸检查，也不敢发难。老师，我知道错了。老师，我虽然得了尸毒，但您那里不是还有最后一支生命血清吗？老师可否给学生？怎么回事？他居然知道最后一支血清。正义联盟总共掌控3个安全区，每个区都有生命血清。可自第3区的医疗团队及研究室被黑暗联盟炸毁后，第3区的生命血清只能从其他区调取。但无论哪个区，生命血清都是最紧缺的医疗资源，其他2个区自然不会多给。现如今第3区的生命血清仅剩最后一支的事情，除了第3区的联盟主席之内几个高层知道之外，其他人根本无权得知。苏听雪绝没有权限提前知道，唯一能解释的是，我发动时空逆转之后，苏听雪也带回了原来的记忆。苏听雪为何知道最后一支血清的事情？罢了。老师，这生命血清只有一支。苏听雪，你和顾州都中了尸毒，你不会对顾州见死不救的，对吧？听学姐，你用吧。我实力低微，地位卑微，我怎么配有这生命血清呢？只要听学姐好好的，我怎么样都无所谓。只是我以后再也无法陪在你身边了。听学姐，答应我，你一定要好好活下去。老师，真的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其他生命血清同样紧缺，不一定有货。等他们送过来，至少还要等1个月。以顾州的实力，根本无法撑那么久。除非什么？老师你快说啊！除非有更高阶异能者将异能者晶核换给顾州，用异能抵抗住尸毒，拖延到下一批血清抵达。苏听雪，难道你想将我的异能水晶给顾州？思辰，要不是你不肯独自对抗丧尸潮，掩护我和顾州撤退，我们怎么会落得这个下场？你不应该将异能者水晶给他吗？这都是你欠他的。苏听雪，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？这苏听雪怕不是疯了吧？异能晶核是异能者的命，挖出来给别人，思辰哥还活不活了？顾州是他自己活该，要不是他贪心想要狮王血核，能有今天？我看他就是被顾州灌了迷魂汤，连最基本的对错是非都分不清了。老师，您看啊，思辰他根本不顾同联盟情谊，顾州都这样子了，他却见死不救。够了，苏听雪，你要再说下去，今后你就不再是我的学生。老师，
我只是想救顾州，他快要不行了。救他？你为了救他却要毁了思辰？知不知道思辰即将突破6阶，将会是第3区首个6阶 SS 级异能者，到时别说狮王，就算狮皇亲至，他也有一战之力。我们第3区也不再是最弱的城邦，他是我们整个3区的希望。他若是毁了，未来谁抵御丧尸潮，谁抵御黑暗联盟？你却为了这个小白脸要挖思辰的异能晶核，你到底有没有脑子？苏听雪，你那么想救顾州，何不把生命血清让给他？反正你那么爱他。我清楚苏听雪为何如此在意和偏袒顾州。顾州虽然来第3区才3年，可他长了一副和苏听雪青梅竹马的陆野几乎一样的脸。我、苏听雪、陆野3人一起长大。陆野性格开朗，好奇心旺盛，总想着外出冒险。我小时候的性格比较沉闷，苏听雪自然更愿意和陆野玩。在联盟里，未满18岁是禁止走出城堡的。17岁那年，陆野带着苏听雪跟着冒险队悄悄溜了出去，两人不知不觉就贸然闯入了危险区域。陆野为掩护苏听雪撤退，被狮群撕成了碎片。陆野的死对苏听雪打击很大，他消沉了很长时间。为了人类能够壮大延续下去，在联盟里，少男少女一旦成年就会缔结婚约。苏听雪最终选择与我缔结婚约，可结婚的日期却迟迟没有定下来。我知道他心里的痛，也愿意给他时间，所以这些年来，我对苏听雪无微不至。我执行任务找到的一切好东西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送给他，可没想到最后却死在了他的手上。苏听雪，你还在犹豫什么？你的顾州弟弟再不注射血清，可就要变异喽。你以为我不敢？哈哈，好啊，苏听雪，顾州的性命在你眼中竟比自己还重要。既然如此，我也不会强人所难。在此，我宣布，我思辰与苏听雪的婚约就此作罢。思辰，你就为了这点小事，你竟要和我解除婚约？苏听雪，莫不是你不愿意解除婚约，你就不怕你的顾州弟弟会伤心？好，退婚就退婚，以后就算你跪下求我，我也不会再嫁给你。好，那就祝你们有情人终成眷属，百年好合。上一世，我在重伤初愈的情况下，仅用1枚狮王血核就突破到了6阶境界，而现在我拥有2枚狮王血核，能提升到什么程度？我很期待。7天时间，终于突破到6阶异能者巅峰了，距离7阶成神仅有1步之遥。这段时间，听说苏听雪的状态越来越差，要不是她是5阶 SS 级异能者，恐怕早已经发生了变异。现在每天都有人盯着她，如果真变异了，她的结局只有一个。思辰，你给我出来！为什么顾州最近一直躲着我？是不是你和他说了什么？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苏听雪，我和他说什么？你觉得以顾州的性子，需要我挑拨？不是你是谁？苏听雪，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？你都一副要变丧尸的样子，你觉得顾州还要你，还会接近你？不会的，我怎么会变成丧尸呢？而且我老师他一定会想办法救我的。思辰，你一定还爱我对不对？你赶紧把异能晶核给我，我一定能撑到生命血清送来那天。智障玩意儿，滚！思辰，你给我出来！下午即刻出发，第2区送来100瓶生命血清，你们3人前往指定地点接应。能源紧缺，只能驾车前往，务必保证血清安全。是。你重伤痊愈后一直闭关，连来看我一眼都不肯。听学姐，我刚枪愈，急需稳固境界，实在抽不开身。真有意思。短短时间没见，顾州居然突破到4阶异能者，和听学姐一个境界了，怕是要不了多久就能超过你听学姐喽。我的境界还在被尸毒侵蚀，顾州却在飞速提升。听学姐别听思辰哥瞎说，这次拿到血清，你很快也会好起来的。听学姐，我知道错了，以后有时间我一定陪您，好不好？好吧，你说到做到。那当然。这些血清很重要，一定要安全带回3区。附近有黑暗联盟的人活动，你们多加小心。好的，我会注意的。黑暗联盟，
这个组织与我们正义联盟信念相悖，我们守护人类火种，他们却只想奴役民众。他们建立了一个异能者独裁的黑暗帝国，视普通人性命如草芥。现在有2000只血清，我先用1只解开我的尸毒，你们没意见吧？青学姐，注射血清会短时间失去战斗力，路上出事就完了，还是回联盟再注射吧。好吧，那你替我收好。这顾州好像有点不对劲。不好，有敌袭！快趴下，是黑暗联盟！这小子真能演。你们先走，我来断后。时间异能发动。调虎离山吗？这小子果然有问题。不过一切都在计划之中。生命血清呢？不是由你保管的吗？现在去哪儿了？不是我，有5阶异能者偷袭抢了血清，我和听学姐根本挡不住。思辰，你疯了！快放开他！顾州不是故意的，再闹我绝不放过你！真是可悲，到现在还看不清真相。顾州，别让我查出蛛丝马迹，否则必将你碎尸万段。思辰哥，你放心，我绝不会做对不起联盟的事情。你最好是。你们怎么做事的？这么重要的血清都能让人抢了？来人，把他们都拉出去毙了！琼恩，别冲动，他们也是遭遇突袭，实属无奈呀。对啊。好吧，下不为例，你们散了吧，思辰留下。思辰，1年前医疗研究室被炸，如此精准的爆破和周密的撤退路线，现在想来没有内信，确实很难做到如此顺利。顾州正是当初的安保人员之一，我这2天秘密审查了所有人员，只有顾州短暂离开过。要不是你提醒，我根本怀疑不到他身上来。这是顾州的档案，他3年前加入联盟时，身份信息有多处无法查证。我也是最近让人重新审查异能者人员档案时，才发现异常。再结合医疗研究室爆炸当天的监控记录，才确定他有很大问题。这次接近生命血清事件，其他人有没有可能泄密？不可能，这次护送血清的人员是我的心腹假扮的，他们跟随我多年，绝不可能泄密。知道这次任务的只有你们3个人，你和苏听雪都是我看着长大的，最大的嫌疑人只有一个，顾州。这个顾州，我会盯紧他的。思辰，我对苏听雪已经彻底失望了，这支血清要不要给他，你来做决定。无论你作何选择，我都会支持你。主席大人，我知道了。我已经快要变异了，要是没有血清，我最多只能撑最后1天。难道我真的要变成丧尸吗？要不是我当初把最后1支血清给了顾州，我怎会落得如此下场？要不是这顾州挑衅狮王，我又怎会断手中尸毒？还有他当时劝阻我先不要注射血清。该死！听雪，都是我的错，才让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放心，我已经私下联系了一区的朋友，送了1支生命血清过来，晚上我们一起打开北门前去接应。这支血清是偷偷带出来的，绝不能让第3个人知道。真的吗？你找来了血清？当然了，我一直都没忘记要救你。我就知道你还爱我，我这就帮你去打开北门。
暗联盟，这是顾州布置的陷阱。顾州，你该死！你是黑暗联盟的人。呵呵，恭喜答对了，可惜没有奖励。你们就是死在你们黑暗联盟手中，你们这群畜生！顾州，我要你死！废物！清雪，别怪我，要怪那就怪你太蠢了。我要你亲眼看看这第3区是怎样沦陷的。弟兄们，开始行动！思辰，快告诉大家，黑暗联盟的人攻进来了！快啊，不然所有人都会死！哦，是吗？是谁放他们进来的？第3区的人都死了的话，谁又是罪魁祸首？哼，苏听雪，上辈子你为了给顾州这个叛徒报仇，不惜杀我给他陪葬，这辈子你满意了？你也回来了？不然呢？上一世您为了一个黑暗联盟的奸细，杀了毁了第3区最后的希望，现在你又要彻底毁灭第3区我们共同守护的家园，你可满意？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思辰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，思辰，我真的不知道顾州是卧底，我知道错了，思辰，我真知道错了。苏听雪，真的生命炫青其实早就送到了，琼恩大人说给不给你，由我决定。雪青，给我思辰，求求你，给我！我知道我该死，但我还不能死。思辰，我要赎罪，我要杀了顾州那个畜生，求求你！抱歉，我没有救蠢货的习惯。不要，不要啊！生命血清不仅能解尸毒，还具有浓郁的生命活力元素，正常人注射能极大增强身体的强度。我的肉体的强度正在飞速提升，风雨时间双属性异能也变得更加活跃。血清应该是我的，你怎么能用？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思辰，你不得好死！你就在这里慢慢腐烂吧。思辰，你混蛋！不好，中计了！快退！开火！快退！我的腿！雷诺盟主，我们完全被正义联盟的人包围了，现在该怎么办？顾州，还敢出现在我面前？要不是你说今晚是潜入正义联盟第3区的好时机，怎么会有此劫难？盟主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事肯定跟我无关。无关？你该不会是被正义联盟的人策反了吧？今晚特意引我们攻打3区，来个瓮中捉鳖。冤枉啊，盟主！我一直都对联盟忠心耿耿。思辰，踏空而行，6阶异能者。顾州，你不是说你对联盟忠心吗？现在跟我去杀了这个思辰！盟主你别开玩笑，他可是6阶异能者，我一个4阶异能者，上去只是送死。黑暗联盟首领雷诺还有顾州，你们今天一个也别想走！大言不惭！时间凝滞。你不是6阶初级，你是6阶巅峰，而且是风雨时间
阶双属性异能者。6阶异能者的盟主被秒杀了。轮到你了，顾州。不，思辰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该跟苏听雪走得这么近，求求你放过我。呵呵，苏听雪这种女人有什么好留恋的？我杀你的原因很简单，我讨厌奸细。天狼，挺会滚啊！不要杀我！哼，死不足惜的玩意儿。抱歉，思辰大人，我们来晚了。不碍事，我这边已经解决了。你们那边怎么样了？所有黑暗联盟的入侵者都被我们镇压了。这是黑暗联盟的首领雷诺，他死了。还有叛徒顾州。我刚才看思辰大人好像过来此地也没多久，居然这么快就把雷诺解决了。我记得这雷诺可是6阶初级异能者啊，莫非思辰大人已经突破至6阶巅峰了？最近小有收获，略微突破了一下。走吧，该集合了。琼恩主席还在等着我们。今晚我要跟大家宣布2个好消息。第一，在高级执行官思辰的布局下，我们剿灭了黑暗联盟近5000名精锐。至于他们的首领雷诺，也被思辰成功击杀。第二，思辰已经是6阶巅峰异能者，经我们高层一致决定，明天将给予思辰黄金血清，助他突破至7阶，这样我们3区也将拥有了自己的顶级战力。6阶巅峰，这也太牛了！我操，不愧是思辰大人。各位弟兄们，今晚一战你们都辛苦了，为此我们已经在中央广场准备了宴席，有好酒好肉，给大家放松放松。好耶！琼恩大人万岁！思辰大人万岁！该死的思辰！门卫干什么吃的？怎么让丧尸都跑进来了？一个丧尸罢了，我们赶紧回去宴席会场，好不容易吃顿好的，别错过了。也是，回去吧。第二天，我开始注射黄金血清，这是能彻底激发人体潜能的宝物，整个正义联盟也仅一支。7日后，我彻底将黄金血清的能量吸收，突破至7阶神级异能者。我第一时间飞往黑暗联盟的基地，将这个黑恶势力彻底消灭。然后我又前往了狮皇巢穴，一刀将狮皇斩杀。最终在我的带领下，我们很快消灭了全世界的丧尸。至此，人类得以重回家园，开创了人类新纪元。